身为外送员，如果你是背着外送包，今天这一集你一定要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世成。今天影片要来分享给如果你是背着外送袋的外送员，没有背着外送袋在外送的朋友，可以直接跳到这个时间轴。有些人的机车后面把手如果是比较短小，没有办法绑外送包的。只有2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困扰。第一个就是另外再去机车行花钱加装一个架子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从上线到下线都要背着这个外送袋。说真的啦，其实这个外送袋呢，它的重量也不是太轻，可能在你要出发的那时候背上外送袋会觉得很轻啊。但是如果你是长时间背下来，你就会发现肩膀开始酸痛。再加上外送袋里面如果有放着配送的餐点的话，那个重量真的是可以直接原地4脚朝天，会呈现这个样子，无时无刻都在下垂。我就直接示范给各位看吧。以我个人来说，如果我是客人，看到我的外送员送餐的时候是背这个样子，第一个就是感官问题不是太好，当然还是会担心，想说那我的餐点真的没有打翻吗？当你很期待拿到你的外送餐点，而到你的手上的时候已经呈现汤汤水水的状态，那样真的会让人家心情非常的糟，搞得满手都是油就算了，可能一半的汤在塑胶袋里面，到底该不该喝？饮料装在袋子里面是硬度拉茶，而餐点直接装在袋子里面是外带不要餐具的概念吗？这个点我是不懂啊。以我个人跑外送，可能我自己比较爱面子，也可能比较多心，我会觉得真的很丑，也很丢脸，而且感觉背这样出去，路上的行人都会产生问号吧？包包背这样，真的餐点不会打翻吗？为什么那个外送员不要把包包背好之类的？即便你已经把外送袋前面的带子勒得很紧，感觉都要勒死自己，但是你的包包还是不断的往下垂，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我曾经因为这个方法，有其他的外送员跑来问我，无论是你目前使用几代的外送袋，背起来一定都有包包下垂的问题。目前你们右手边这个呢是第4代，还是一样会下垂？不知道是我的身体构造还是长相哪里出了问题。当然还是有外送包背起来是非常服帖，完全不会倾斜，那就是日版的外送袋，只是它的价钱确实也不便宜啦，拍卖上稍微搜寻一下，可以看到从2700到5000的价格都有。如果你真的是长时间打算要跑外送，或者是真的没有办法把外送包架在机车上的朋友，可以考虑看看要不要投资。不过这个价钱我个人是买不下手啦。日版的外送袋它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你们在图片中看到前方突出的这一块，就是方便外送员如果他们接到披萨订单的时候可以做使用，平常如果没有用到的话，还是可以把拉链拉起来做收纳。或许这也是这个外送袋贵的原因吧。回归正题，因为我自己遇到包包倾斜的问题，困扰我很久，在网络上也没有前辈分享说究竟该怎么办。于是呢，就想到一个办法，因为我家里刚好有瑜伽垫，就割了一小块。这是已经割下来，然后我已经使用过了，把它卷一卷。今天影片不会做到非常确实、非常完整，就是大概让各位看一下，用胶带把全部都捆起来，就会呈现这个圆柱状的。那如果你家里没有瑜伽垫，可以找其他防水材质又软的东西来代替。为什么跟各位说要防水材质？因为这个软垫如果粘上去或者是缝上去的话，基本上就很少机会去动到它。如果你是使用一般的吸水材质布料的话，像这阵子的台风天啊，或者是每天下雨，布料材质的东西很容易发臭，长时间下来，你可能会常闻到有一股水沟的味道，常一直阴魂不散的跟着你。但是找不到软垫或者是任何代替防水材质的东西的话，可以用汽车用的那一种靠背啊，或者是衣服，也是可以做最后的选择啦。简单的把衣服折成圆柱状的，然后再用2-3层漂亮的塑胶袋，最后还是一样要用胶带把全部捆绑起来，基本上一样会呈现圆柱状的。它也算是一个防水材质的软垫。那如果你手边这些东西都没有，你的衣服可能又是刚买的很新的话，还有一个就是外送员必备的背架，也是可以利用。寄来呢就会呈现这个状态，可以把里面的圆柱形的东西取出来。哇哦！
粘成圆柱形状，就会跟这个软垫呈现一样的形状。不过这个算是密度比较高的海绵，长时间使用下来还是会变形，会从圆形变成椭圆形。第一步骤就已经解决了。再来第二个步骤，准备一组比较粗的针线，或者是超商买得到的那一种强力胶，把刚刚准备好的软垫直接缝上去。这里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讲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第一次阿迪亚是用针线帮我缝，急急忙忙准备出门，所以就大致上稍微缝一下，并不是特别牢固。那一段时间使用下来，缝合的地方也开始脱落，那这个软垫也渐渐的松弛，加上缝合的这个步骤呢，需要非常有耐心，慢慢的缝上去，而且这个防水的材质有点硬，所以各位还是必须花点心思才能完成。第二个方法就是，如果你是使用超商容易购买的那种3秒胶快干的话，就必须在你出发的前一天涂上去、粘上去。这个方法比较方便，也比较快速，但是你不要在粘上去的当下马上给我去跑外送。这样可能会整个外送包跟衣服粘在一起。非常简单的就是取好你大概想要的位置，盖着，压在地板上。这个动作直到隔天你出门前就会非常牢固固定住了。有一个缺点就是，如果你之后不想跑外送，想要把这个外送袋转卖，可能就比较难脱手了，就会像这个样子，上面粘着满满的快干3秒胶。因为影片要实测给各位看，所以我没有粘也没有缝，还是要让你们大概看一下有软垫跟没有软垫之后的差别，究竟会差了多少。使用前，使用后。好啦，各位，看完软垫的使用前后，你们有明显的感受出来吗？有了这个软垫，你的外送会顺畅很多，你不用在中途一直拉背包啊，或者是你会害怕你里面的餐点打翻之类的。那我个人觉得加了这个软垫，好处其实也不少啦。第一个就是外人看起来的感官问题，第二个就是让你的肩膀不会长期承受那么重的压力，因为有这个软垫帮你支撑，才不会长久下来造成驼背啊，或者是东西真的很重的话，你会有一股往后仰的感觉，所以可以加啦，各位。最后跟各位分享几个之前在影片中没有提到的部分，大家比较常会问到的就是，究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稍微解决汤溢出来的问题？让你们近看一下。可以准备这种 S 型的挂钩，这也方便取得，很多地方都买得到，而且3个一组才几十块钱。如果你取到的餐点是汤汤水水的，要放在外送包里面，这样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办法凭空想象？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道具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真的非常贴心，为了要让你们清楚看到这里面真的是有汤汤水水的，我还故意加了那种食用色素。假如你今天取的餐点就是汤面啊，或者是火锅之类的，你们去想象一下，如果直接把餐点放在包包里面，当你骑车时候晃动的程度比较大，基本上里面的汤呢就会像海浪般的这样摇晃。哎呦，真的喷出来耶！如果挂上 S 挂钩，里面的汤就会连同这个容器一起摇晃，那基本上呢溢出来的问题也会减少很多。如果你是放在包包底部的话，就只有它的汤一直在摇晃，学废了吗？所以各位 S 挂钩可以去买。再来，我要提醒各位外送员，提袋的部分我就不说了，真的很重要，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。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在路上跑外送的有很多外送袋上面的袋子都不收好，任它飞啊飞，飘啊飘，千万别小看这2条线，有可能夺走你的生命，请收好，可以把它收纳在旁边的魔鬼毡里面。预防它乱飞。打个比方，假如有一天上下班的车辆很多，或者是你急忙为了送餐，旁边刚好经过一辆大卡车，又刚好勾到这条线，有可能会连人带车的被卷到大卡车底部，你们能够想象吗？所以真的啦，各位外送员，如果有看到今天影片的话，麻烦把这个提袋收好，确保你自身安全。另外，比较有人在提问的就是，到底要不要买外送包的防水罩，排除你外送袋的拉链坏掉以外，或者是它本身会漏水，不然基本上这个外送袋是防水的。为什么你还要多花钱呢？何况都已经下大雨了，
还要再多花那几秒钟先解开那个防水袋，然后再拿餐点。那也可能有部分外送员他是想要让他的外送袋看起来新一点，所以会去买那个防水罩。那你各位就自己去评估吧，还是可以买啦，我没有说一定不能买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跟各位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在下面帮我按喜欢。如果你想要看我其他更多影片的话，麻烦在下面帮我按订阅并追踪我的频道，也麻烦帮我转发分享给你周遭在跑外送的朋友。我是世成，我们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